欢迎来到中文学习频道 Mandarin Go。今天要讲的是《西游记》，中国4大名著之一。我会用简单的词汇带你遨游中国小说的世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《西游记》第6回下集，猴王大战二郎神。你变我也变。二郎神带着6个兄弟和一群神兵，准备去花果山找孙悟空决斗。他们让其他士兵留在营地好好看守，还把老鹰和猎犬都收好，等着下一步行动。来到水帘洞前，他们看到一群猴子站得整整齐齐，像龙一样排成阵型，中间插着一面旗子，上面写着齐天大圣4个大字。二郎神看到这旗子，气地说，他怎么敢叫自己齐天？其中一位兄弟说，别生气，快去叫他出来打一场吧。营里的小猴看到他们来了，马上跑去报告。孙悟空听说有人来挑战，立刻拿起金箍棒，穿上金甲，戴好帽子，从水帘洞里走出来。他一看，这人真不一般，穿得很漂亮，还有一把特别的长枪。孙悟空笑着说，你是谁啊？敢跑来我这里叫阵？二郎神大声说，你不认得我？我是玉皇大帝的外甥，二郎神。今天奉命来抓你这个乱天宫的猴子。孙悟空一听，说，哦，我听过你。你妈是玉帝的妹妹，还劈过桃山救人，是你吗？本来我想骂你几句，但我们也没时磨仇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你还是快点请4大天王来吧，你这种小人物，我不想打。二郎神听了更生气，你这猴子太嚣张了，接招吧。说完，他们2个就打了起来。你一棍，我一枪，动作又快又猛，天兵天将和妖猴们全都在旁边看得紧张又兴奋。鼓声、喊声，旗子在空中挥动，一场大战就这样开始了。2人一连打了300多回合，还是分不出胜负。这时，二郎神一使法力，身体变得很大，像一座山那么高，长牙红发，看起来很可怕，举着大枪就来砍孙悟空。孙悟空也不怕，他也变得一样高，拿着大棒子，像天柱一样，2人就在空中互打。下面的神兵和猴子们都看傻了，有的怕得不敢动，连刀都拿不稳。这时候，二郎神的兄弟们也开始行动，他们放出老鹰，拉满弓，开始攻打猴子军队。猴子们一下子乱了，全都吓得四处跑，有的逃进山里，有的躲回洞里，好像一群被惊吓的鸟儿。孙悟空看到自己的部队乱成一团，心里慌了。他收起变身法术，拿着棒子就跑。二郎神看到他逃跑，马上追上去，别跑，快投降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悟空没理他，只管跑。快到洞口时，前面突然出现6位神将，拦住他的路。悟空吓了一跳，马上把金箍棒变成一根小针，塞进耳朵里，然后一摇身，变成一只麻雀，飞到树上停着。那几位神将东看看西看看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只好大叫，那只猴子跑了，跑了。这时二郎神也追到了，问人跑去哪了？大家都说刚刚还在这里，转眼就不见了。二郎神一看，用神眼一扫，马上发现麻雀就是孙悟空，他也立刻变成一只大鹰，飞起来要去抓他。悟空吓得马上又变成一条鱼，跳进水里。二郎神看不见他，想了想，猜他变成鱼了，于是又变成一只水鸟，飘在水面上等他出现。没多久，孙悟空那条鱼终于游了出来，看见天上有一只奇怪的鸟，心想这8成又是那家伙变的。他马上掉头就游走。二郎神一看，这条鱼一看见我就跑，肯定是他，立刻一口啄下去。悟空跳出水面，又变成一条水蛇，钻进草丛。二郎神没抓到他，又看到草里爬出一条蛇，就立刻变成一只红头鹤，飞过去想咬他。悟空又变成一只胖胖的花宝鸟，站在草堆上发呆。二郎神看他变成这么丑的鸟，心想，你这变法真是下流，连这众鸟都变。他不想靠近，
干脆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拿起弹弓，嗖的一发，把那鸟打得一个跟头。这场神仙变便便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猴王被打倒，神仙联手大胜利。孙悟空变化神奇，躲得一次又一次。孙悟空跳下山崖，变成一座小土地庙，嘴巴变成庙门，舌头变成神像，眼睛变成窗户，牙齿变成门板，连尾巴也变成旗杆树在庙后面。二郎神追到这里，看见这座庙，觉得有点怪，咦，哪有庙把旗杆插在后面？这一定又是那猴子在耍花样，想骗我进去，然后咬我一口吧。他不进去，反而说我要先打窗户，踢门板。孙悟空一听吓坏了，哎呀，窗户是我的眼睛，门板是我的牙齿，他要是真打下来，我不就惨了？他赶紧跳起来，变回原形，往空中飞去。这时候，二郎神的6个兄弟也到了，问抓到那猴子了吗？二郎神笑笑说，他刚刚变成一座庙要骗我，我快打下去的时候，他又飞走了。说完，二郎神继续追。他飞上天，在云中遇见李天王和哪吒。李天王拿着照妖镜说，我还没看到他上来，不过我正在找他。这时候照妖镜一照，李天王笑了，看到了，那猴子变成别人，往你家灌江口跑去了。二郎神一听，立刻拿着武器飞回灌江口。孙悟空早一步到了灌江口，变成二郎神的样子，混进了他的庙里。那些守门的小鬼看到他来了，都跪下来说爷爷好。他坐下来翻资料，正在看谁拜拜谁许愿时，外面有人来报，爷爷，外面又来了一个爷爷。大家一看傻眼，怎么来了2个二郎神？真正的二郎神大声问，有只叫齐天大圣的猴子来过吗？小鬼们说没有，只看到一位爷爷在里面。二郎神马上冲进去。孙悟空见露馅了，马上变回原样说，你来晚了，这庙现在是我的啦。二郎神不多话，举起大刀就砍过来。孙悟空用金箍棒挡住，两人又打成一团。这一场边打边飞，一路从灌江口打回花果山。天王们看到又打回来，赶紧加强防守，把花果山围得更紧。这时候，天上的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、太上老君、王母娘娘和一大群神仙站在南天门往下看。他们看到二郎神和孙悟空正在打斗。观音说，你看我找来的二郎神还不错吧？已经把孙悟空包围住了。老君说，不错不错，不过要不要帮他一把？观音说，我有一个瓶子，里面有水，我丢下去打他头，可能让他跌一跤。老君笑着说，你的瓶子是瓷的，要是没打中，摔碎了就可惜了。我有一件厉害的兵器，叫金刚镯，不怕水火，还能打中任何东西，我来帮忙吧。说完，老君就把那个金刚镯从天上丢下来，嗖的一声，正中孙悟空的头。孙悟空被打得头晕目眩，脚一软，跌在地上。他刚想爬起来，结果二郎神的猎狗一下子咬住他腿，孙悟空又跌了一跤，还气得骂狗，你怎么不去看门，来咬我干嘛？他想变身逃走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二郎神的兄弟们一拥而上，把孙悟空压住，拿出绳子把他绑得紧紧的，还用尖刀穿过他的肩膀，让他再也变不出来。老君收回金刚镯，玉皇大帝和所有神仙也回到宫中。4大天王和李天王都来祝贺二郎神，真是你的功劳啊！二郎神说，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最后，二郎神把孙悟空交给天兵押解，自己带着天王们回天上领赏。没多久，他们到了通明殿，向玉帝报告说，妖猴已经捉到了。玉皇大帝马上下令，把孙悟空押去斩妖台，准备处决他。接下来孙悟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一回再说吧。今天的《西游记》就先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趣，别忘了订阅频道。
你的支持不仅能帮助我们，还能让我们更有动力，继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